虽然有点丝滑，我用错材料了。这个是嗨，各位仙友，好久不见啦！我是来自米米修仙门派的弟子可丽米。你们12月一定是想到圣诞节吧？可是我想到的是冬至，因为可以吃汤圆，而且可丽米是华人，我们要过华人传统的节日，所以要吃很多汤圆。今天来带大家做一下有趣的活动，你们猜是什么？看了封面的你们应该知道，今天我是想要来录手，不是录一首。反正可丽米又不是偶像，没有偶像保护的可以的。今天呢，我是来完成一个我从小就想要完成的一个心愿，那就是把汤圆做成像可丽米的形状。就是我头上这个。那么呢，今天呢，这个不是一个教程哦，可丽米是来表演的，说不定一个黑暗料理就此诞生。哈哈哈哈哈！以前小时候在家里，妈妈做汤圆的时候，我有去帮忙，然后呢，我就把汤圆搓成像可丽米的形状。妈妈没有骂我，她只是觉得我太好玩了。我原本想所有的汤圆都是长这样的，可是它搓成普通的，只有我一个人在搓这种形状。所以呢，现在可丽米有一个很大的梦想，就要一整碗汤圆都是米米的形状。那么我们来开始吧。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碗，然后呢去找那个糯米粉，英文叫 glutinous rice 嘛，然后我们就倒入没有量过的分量，然后一点点水，然后就搓，搅，抓，然后捏。Oh my god！ 然后我做下，我发现手感还有那个气味都很奇怪，原来我用错材料了，这个是高分。OK， 没事，我们重来。来，再倒真正的糯米粉。这次没有错。可丽米是一个很棒的厨师哦，因为可丽米很喜欢紫色，所以呢，我去找了那个我们小时候最爱喝的饮料——黑加仑子饮料，一点点慢慢的加，看起来有一点血腥，不过没关系，大家不用担心，非常的健康哦。哇，不小心发生了一些命案现场。没事，手可以有营养，然后手会长得非常好看。这次是第一次这样子尝试，希望我们的汤圆会非常的好吃。好啦，一个面团就此诞生，它的声音跟可丽米一样清脆响亮，我们就把它滚，拍，打成一条长长的形状，拔出一小片，再滚，这个质感虽然有点丝滑，可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要真实一点嘛。你看我头上，它这么的亮晶晶，这么的有光泽感，所以呢，汤圆一定也要有点光泽。教你们卷，就是这样卷。一层一层从下往上，下面的比较大，上面的越来越小，这样卷上去，再捏一个尖尖的就可以啦，完美！这个可丽米实在长得太可爱了。我们继续做下一只，这个有点胖，也是一样湿润润的。事故没关系。虽然它的头有点扁，但还是很可爱的。我们继续做第三颗米米的头发有点长，不过也是很可爱的。第4颗、第5颗超级大米米，这是今天我们要
制作的汤圆里面最大一颗迷你汤圆。这个是我们的迷你仙丹，吃了身体健康。好啦，我们烧开水，就一颗一颗的放进去，咚，一颗咚咚。啊，最大的我们要拿去煮咯，乖乖的。啊，水洒出去了，不过很棒。我们就等它煮熟咯。看着我的迷你仙丹在里面酿制，真的好舒畅，好疗愈啊！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尝试哦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舀起来了，一个一颗放入冷水里，就会有 Q 弹的口感。完成，太完美了！这个迷你汤圆一整碗，太开心了！我的梦想，我的梦想实现了。虽然可能样子有点不怎么开胃，但是你们不能够只看外貌，我们不能够以貌取汤圆，所以呢，一定要吃了才知道非常健康又美味。那天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紫色的汤圆代表智慧，可丽米非常有智慧，做了一大碗紫色的迷你汤圆，也可以把它当做仙丹。祝大家冬至快乐，吃汤圆快乐，快高长大。还有圣诞节快乐！谢谢大家的欣赏可丽米制作的黑暗料理，不是就是色香味不俱全的料理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不知道送给师傅的话，他喜不喜欢呢？嘿嘿嘿嘿。